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因为很多新手都反映不知道怎么用命令行去操作群晖的相关命令，所以我们这一期来聊一聊如何使用 SSH 命令登录群晖的命令行，然后运行相关的命令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先新建一个账号，然后打开控制面板，点用户和组，然后我这边新建了一个 etest 的下划线 SSH 的账号，然后这个账号有一个说明的点，就是说在用户和组这边要把那个admin 管理员这个组勾选上。为什么要勾选呢？因为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好像是群晖基于安全的考虑，只允许管理员这个组去访问命令行，其他的组访问命令行的时候会提示那个拒绝服务，就是权限不足。所以在新建账号的时候要勾选管理员这个组，就这个，其他都是默认的，照抄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相关操作。首先打开 dpit.lab00.com， 因为相关的命令我都放到了文本里。搜索 SSH， 打开这个链接，然后直接看第二部分，就能看到所有的命令。先复制第一个命令，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，这个前面是 SSH 命令固定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刚刚新建的那个用户的名字，这个在后面是你 NAS 的 IP 地址，然后这个端口是在群晖里改过的一个安全端口，如果没改的话就是22，改过了就是你改过的端口。把命令修改好以后复制，然后打开你的命令行，直接粘进来，敲回车，它会告诉你有一个什么指纹，打 yes 就好。然后这时候让你输入密码，你直接输入密码好了。输入的是刚刚新建的这个演示的是 etest 的下划线杠 SSH 的密码，然后进来了以后，注意看这个命令行的前端。这个地方是你登录的用户名，这个用户名还不是 root， 对不对？所以下面我们要做第二步，我们要做提权操作。提权操作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当前的这个用户从 etest 下划线 SSH 切换成 root。其实这个地方在输入密码还是输入你当前的这个账号的密码。为什么要做这个操作呢？是因为你只有切换到 root 用户以后，才能执行最高的一个权限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诡异的东西，就是群晖规定了只有管理员才能使用 SSH， 所以不能像我们平常就是我们日常的操作，一般会用一个非管理员用户来切换来登录，登录了以后再用root 密码或者管理员密码来做这么一个切换。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，但是切换的时候输的密码是你这个账号的密码，因为它已经是管理员了。好，说完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root 权限，就是 root 就是这个服务器最高级别的一个权限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运行一些简单的命令啊，这些命令我放在这边，这样看可以吧？首先我们来输入命令啊，第一个命令是 cd 斜线，就可以回到整个主机的根目录，然后我们这时候输入 cd 斜线，它就会提示这下面所有的这些目录，但这些目录可能有点多，所以我们做一个演示吧，比如说我们用 VOL1， 你把它放到这儿，然后你再敲按2次 Table， 它就会把你这个目录下所有的可用的文件夹都展示出来。然后这边你们会看到有我们视频里经常出现的 eTemper， 我把它放下来，再按2次回车，又会继续，就这么周而复始，你就可以进入不同的目录。所以我现在这样一敲，我就进入了eTemper 这个目录。然后我们仔细来看一下，我敲完 cd 这个以后，这个命令行变成什么样子。最前面这个 root 是我们刚刚切换的 root 用户，然后 at 后面是这个 NAS 的名字，等于是这个计算机的名字，然后它的位置从刚刚的斜线到了这么一个位置，就是说我们往下走了，大概有这么一个文件夹层级的概念，我想大家应该能理解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继续，下一个命令是 ls 是把当前eTemper下所有的这些目录给你列出来，但它只有目录的名字。如果我要想要目录更多的信息怎么办？我们敲 ll， 它就会把目录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信息都给你列出来。好，这就是一些常用的命令。OK， 前面演示的是一些基础命令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 docker 命令的一个简单的演示。第一个是 docker ps-a，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就是把你 docker 当前所有运行的容器展示出来。然后还有一个命令，我把它清掉啊。docker image ls，
是把你 Docker 当前所有的镜像给你展示出来，包括名字呀、版本呀、什么 ID 啊这些所有的东西。OK， 这就是这期使用命令行方式登录群晖 NAS 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P，谢谢。